歌手当打之年》第1期，周深第一个出场，带着大鱼。串讲人萧敬腾刚说出他是行走的收音机时，观众便大喊周深。声音纯净是周深的标志，高晓松说他无可替代。周深空灵清澈的声音一起，便带着所有人的灵魂流淌其中。他的声音总有击穿灵魂的魔力。有人说天神之音大概就是周深的声音。作为周深一唱封神的作品《大鱼》，有很多人还是觉得这首歌应该当作杀手锏放在总决赛。的确，《大鱼》对于周深就相当于紫霞仙子对于朱茵。再好的演员，只有遇到合适的角色才能塑造为经典。对于歌手也是这样。由于声音是女声，周深受到过很多非议。周深说，大鱼帮他熬过了那段被接纳的过程。2016年，大鱼刚发行，就因为空灵纯净的声音带动电影火爆，很多人在网上翻唱，周深的名字开始被更多的人熟知。2017年，受到中国新歌声导师那英的邀请，作为帮唱嘉宾，和郭庆合作演绎《大鱼》。播出后，《大鱼》再一次刷爆网络，甚至超过当年发行时的势头。此后，周深和大鱼出现在了各种大大小小演出中，以至于提起周深，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鱼。如今，人们一看到周深这2个字，就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声音的独特唯美，成为周深作为一个歌手的发亮的标志。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周深并不喜欢自己的声音。以前的周深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你原来是男生啊，声音像女生，一直是他心中的芥蒂。初中的时候，当身边的男生都经历着变声期，用低沉的嗓子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依然还是以前的声音。世界上能宽容接纳不同的毕竟是少数，人妖、变态这些声音伴随着周深的青春期。正因为如此，周深极度不自信，面对镜头羞涩警惕，压着嗓子说话。2014年，还在乌克兰学美声的周深，终于接受了中国好声音导演的第3次邀请。他拒绝了前2次邀请，因为害怕又听到那些会受伤害的话。好声音的舞台上，一曲欢颜让4位导师惊艳，并为之转身，然后惊讶地发现，如此美妙的声音竟然出自一个男孩子。齐秦说，很少有人唱得比姐姐齐豫还好。也是这首歌将他生命中的贵人高晓松一一带到他的身边。后来，高晓松把多年前写的《蓝色降落伞》给他唱，因为歌词与他的经历和心境很相似。那个青涩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秋千，忽明忽暗地走远。曾经孤单的岁月，曾经被伤害的岁月，将原本快乐的周深腐蚀成了另一副模样。一鸣惊人的周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优秀，他仍然不自信。后来他回忆到，自己在家看节目的时候，重复了20次才鼓起勇气把自己盲选那段看完。不相信我长这样。人在极度不自信的时候，看到的永远是自己的缺陷。当时的周深就是站上好声音这个更大的舞台，周深被更多的人喜欢，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喜欢。那个时候他很敏感，在所有的评论中，他总是会找到那条不喜欢他的评论，然后再次怀疑自己。纠结于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将与众不同当作羞耻的周深困在自己的围城里。决定坦然面对舆论，是在2016年他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为了掩藏身份，节目组想让他穿女装上场，他纠结了1个星期，不知道值不值。如果扮成女孩子，大家对他的误解会更深。他想跨过反串，可声音像女生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他不能像个鸵鸟，一直把头埋在沙子里。最终，他穿上9厘米高的高跟鞋，拖着礼服长裙站上了舞台，和侧田的一首《身骑白马》惊艳全场，让大家再一次见识到周深声音的魅力。有人在他揭露面目时发弹幕说他恶心，周深看到了，但并没有往心里去。舆论慢慢宽容，但仍然有一些恶毒的话躺在他的私信里。
但现在的周深已学会让自己看到喜欢他的那些人。当被问到你是内心比较强大的人吗？周深说，当你被骂了无数遍之后就会习惯，伤痕或许会随着时间渐渐淡去，但疼过的感觉永远刻骨铭心。大鱼海棠的制片人，他后来的朋友刘同，在看到他当初的采访后感触很深，对过往的坦然显得他愈发潇洒和洒脱。他真的很厉害，我不是只唱歌。能当成笑话说出来的那些伤害，其实更让人心疼。然而这些伤害都变成了细腻的情感，融入周深的声音里。当周深终于坦然接受自己的差异后，终于明白这是他的与众不同。而作为一个歌手，声音也是周深唱歌事业上的一道坎。在他看来，如果一首歌是想要女生唱，为什么要找他呢？如果要男生唱，更不会找他，卡在中间没有市场。而高晓松的出现，大概是向他证明了他的声音纯净高级，无可替代。高晓松称赞他是一个人的唱诗班。高晓松告诉他，你的声音适合歌唱生命，不适合歌唱生活。高晓松通过那英找到周深，从玫瑰与小鹿到大鱼，到专辑深的深。高晓松和他的高家班让周深慢慢学会了怎么样将自己的声音发挥到极致。周深是第3个让高晓松自掏腰包为他出专辑的人，前2个是20多年前的小柯和朴树。专辑深的深让这伙人熬了3年，追求每首歌的精致，让他们一直在等待、寻找、修炼。而这3年对于周深是突破的3年，更是煎熬的3年。其实在出道以后，周深一直处在很迷茫的状态，他不喜欢自己的声音，不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声音。录专辑时他放不开，总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有时候在录音棚里录着歌，看到高晓松坐在外面监控室，只要看到老师叹气，他就没底气唱下去了，觉得一切都完了。放不开声音的周深无法唱出高晓松想要的感觉。最痛苦的时候，周深唱一句，高晓松不满意一句，周深怎么唱，高晓松怎么不舒服。本来自信心不多的周深，在这种磨练中整天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会唱歌，不知道怎么唱好，怎么唱不好。在录音棚里，周深总是要求老师把自己的声音调小一点，音乐调大一点。他一直试图躲避，不想面对自己唱出来的声音。老师们逼着他把他的声音调到最大，让他面对自己的声音，寻找不足。你害怕什么，就把什么东西放在你面前，在死磕中一点点前进。那段时间，周深情绪低落，天天挂着一张苦巴巴的脸，像是深宫怨妇。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坐在家里，拉着窗帘跟自己唱歌。可正是这死磕的3年，让周深真正接受了自己的声音，也找到了自己适合唱的曲风、音区，学会了怎样将自己的声音展现完美。就像蓝色降落伞发行出来后，他所说的那样，这些所有缥缈美好的东西就像一个蓝色降落伞，它总会有一天掉在地上，不如就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声音无法改变，不如鼓起勇气面对它，和它磨合，让它发散光芒。煎熬了3年的周深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那就唱点没有人存在的歌。不再纠结的周深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声音其实是一种天赋。找到正确的方法后，周深的声音慢慢成为高级唯美的代名词。周深开始变成歌坛的独一无二。音乐人钱雷说，现在歌坛很萧条，假如再萧条10倍，周深也不会死。一路走来，我们能看到周深的挣扎、改变和强大，从害怕躲避到勇敢面对，然后去接受和磨合。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它或许是一次失败，或许是无论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我们学会躲避它，觉得看不到它就不会在乎它。然而心里的缺口，它或许会被时间填平，但总归不会完美。我们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它，然后再被折磨。
但事实是，很多与众不同带给我们的痛苦，其实是我们不愿意正视它。如果承认它的存在，驾驭它，它便是另一种风景。比如杨迪的丑，胡歌带上伤疤的脸。真正的英雄是哪怕再痛，也要从包裹的蚕蛹里探出头，学会接受它，然后让它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不一样的亮光。周深就是这个英雄，愿你我也能成为英雄。